你常常为了讨好别人搞得自己心很累，却又不知道怎么停止，然后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轮回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讨好陷阱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如果有朋友提出一个你其实没有兴趣的邀约，你会果断拒绝还是勉强答应呢？很多人为了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不想要当个难搞的人，就会选择答应，反正能够讨对方开心，偶尔牺牲一下自己的时间，好像也无伤大雅。不过，如果你常常都把别人的想法看得太重要，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的委屈自己，那可能就会对身心造成很大的负担。这集我们要分享的讨好陷阱，作者艾玛·特瑞尔是一位英国的心理治疗师。他研究过许多会被坊间人士称为讨好型人格的个案，透过案例分析他把讨好者们分为了4种不同的类型，探讨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过度讨好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讨好行为是怎么样形成的？过度讨好会带来哪些的负面影响？如果不想要再讨好别人，又该怎么办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关姐，你坐哦。关姐，你是不是腰在痛啊？做到腰了啊？根据3个字3Gus 的这个访谈影片呢，你会腰痛，就是因为你在把身体的压力都放在腰上。你看你盘腿的时候，是不是往下其实用腰来支撑，而不是用坐骨，所以你腰才会酸。所以我一直在靠腰吗？讲世纪坐骨垫。好，你看像我这样轻松坐上去，就可以刚好坐在坐骨上，轻松维持好坐姿。它底部的平面式设计加泡棉材质呢，给坐骨很好的包覆性跟稳定感。后面的3D 腰背支撑呢，则是在坐骨做好的基础上，贴合你脊椎的自然曲线，协助你维持良好坐姿。你看放到沙发上也可以哦。而且像我们坐沙发可能想要放松一点点，世纪坐骨垫呢也能够切换5种角度来搭配哦，一样能够减轻你的腰酸背痛。到底是有没有让我做？关姐，你坐哦。由物理治疗师3个字3Gus 开发的世纪坐骨垫正在啧募资当中，有兴趣的朋友就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去看看吧。我觉得有差其实是真的有差啊，对啊，有差，我知道它，因为你就突然从这个地方变成一整片，好诡异的，酷酷。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常常听到讨好型人格这个词，但其实讨好型人格并不是心理学定义下面的人格障碍，比较像是一种人际互动之间的行为模式。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会使用讨好者以及讨好行为这2个词来说明。那说到讨好者，顾名思义就是会透过讨好行为来跟别人互动的人。而关于这些人作者又把他们分为了4种类型。首先呢，是最常见的典型讨好者。作者指出这类型的讨好者呢，很在意外界的评价，会想办法取悦所有人，把别人的认可当成是自己的价值来源。在团体里面，他总是会照顾到所有人的需求，记住大家的喜好。但如果你反过来问他本身的偏好是什么，那他可能根本答不出来，因为他的优先目标呢是让其他人开心，然后他自己才会开心。再来呢，第2种类型的影子型讨好者呢，相较于典型讨好者想要讨好所有人欢心，影子型讨好者呢，则会更专注在讨好特定的对象。比方说，有些人非常崇拜自己的伴侣，比起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他们更偏好成为关系当中配角，像影子一样默默的付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对方认可。而除了这2种以取悦别人为主的讨好者还有些讨好者动机是为了避免冲突跟拒绝被否定。不同于前面说到的典型跟影子型讨好者会借由取悦别人获得认同或掌声，作者指出安抚型讨好者则是因为害怕冲突，所以会想办法尽量的维持场面的和谐。这类型的讨好者呢，通常比较不喜欢表态，也不擅长拒绝，会避免发表可能造成争论的言论。而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因为讨厌冲突所以也经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负责安抚别人的情绪。而至于最后一种抵抗型讨好者呢，跟以上3种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讨好者。这类型的人一方面不想要主动讨好别人，但又放不下外界对他们的评价，所以就会干脆逃避，刻意的拉开跟其他人的距离，以免自己受伤。比如说，别人向他请求帮忙时，他一开始可能会表现得很不耐烦，刻意的推脱或延迟回应，但最后可能还是会勉强答应。表面上他并没有讨好的行为，但他之所以会推脱，也是因为害怕直接拒绝会别人觉得很难搞，所以选择消极面对。就实际上面来说呢，他的思维跟行为模式并没有真的脱离讨好的框架。那么以上就是4种常见的讨好者类型。作者强调，在不同的情境当中，讨好者们呢可能会采取不同类型的讨好策略来试图控制别人的反应。但他也担心，这个策略呢不但无助于人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反而会让讨好者们陷入困境，带来很多的负面效果。
首先，讨好者们呢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往往无法真诚做自己，严重到甚至会影响到心理健康。作者在书中呢举例了一位生活在保守家庭的 A 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但为了避免跟家中起冲突他一直隐藏自己的同志身份。那即使到了长大经济独立之后，他还是为了讨好父母，勉为其难的跟异性结婚，长期过着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也让他深陷忧郁。一直到中年离婚A 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继续这个样子，为了讨好别人而活。那再来，很多时候讨好者呢，明明是想要透过讨好来获得认同，但是结果却是被对方嫌弃。比方说，个案 B 呢，在亲密关系里面想要当个随和好相处的对象，所以他会处处的讨好伴侣，什么事都以对方为主。但是久而久之 ，B 的伴侣却觉得 B 很没有主见，跟他在一起呢，要一直负责做决定，承担很多的责任。B 的顺从呢，反而影响到了两人的感情。除此之外作者也提醒，惯性讨好呢，也很容易吸引到有剥削倾向、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像是他遇过一位呢，在当自由接案者的个案 C 习惯在各方面都讨好客户，讯息呢总是秒回，开价也很实惠，客户要改几次他都不会拒绝。不过这也导致有部分的客户呢，把 C 当工具人，不断利用 C 的讨好倾向凹东凹西，让他喘不过气来。那话说回来，既然讨好行为并不会带来好处，讨好者们干嘛还要自讨苦吃？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忍不住讨好呢？作者指出，讨好行为其实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早在幼儿时期，我们还没有自理能力的时候，必须依靠照顾者才能够生存。所以基于生存的目的，人类本来就会有讨好照顾者的倾向。只是随着长大在健康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就会逐渐的学会自由的表达意见与喜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孩子长期处在高压、高冲突的环境当中，比如家里有容易发怒情绪不稳定的成员，那孩子往往就必须要压抑自己的感受，靠着讨好来避免冲突。又或者说，如果原生家庭经常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总是对于小孩的表现不满意，那孩子呢也可能会透过讨好来寻求照顾者的认同，甚至把讨好与被爱画上等号。长大后呢，继续沿用这套模式，成为了长期的讨好者。但如果说讨好行为是从小就开始培养，那我们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想改变的话还来得及吗？作者在书中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其实不需要排斥一切的讨好行为，只需要把讨好的对象从别人替换成自己。平常已经习惯讨好别人的人，该怎么样练习讨好自己呢？作者认为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讨好别人对我们造成的负担。讨好别人是不是让你心很累？你是不是总对别人的情绪起伏感到焦虑？那一旦意识到这点我们就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慢慢的拉回到自己身上，练习感受自己的情绪，倾听自己的想法，探索自己的喜好。简而言之就是成为自己的朋友。你呢可以开始多花点时间做些你自己喜欢，会让你感觉开心的事情，也在跟别人交流时尽量的鼓励自己表达想法。而当我们开始重视自己，停止讨好别人的时候，身旁的人可能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会很替你开心，但也有些人呢反而会斥责你，质问你怎么变了。那这个时候作者认为呢，你就可以从大家的反应去判断哪些人是真的关心你，能够接纳你本来的样子，哪些人又只是因为享受被你讨好才跟你建立关系，借此去筛选一下呢现有的人际关系只保留能够欣赏你本质的朋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讨好行为已经超出了可以自己练习控制的状态，对身心健康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么还是建议你可以去跟咨商师聊聊，寻求专业的协助在研究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其实蛮常在网络上面会看到有些人会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为此呢觉得很困扰之类的。那么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讨好者，应该蛮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找到共鸣，或是你身边有这类型的朋友，这本书呢也可以帮助你了解他们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因。作者在书里面呢分享了非常多他在临床上面遇到的讨好者个案，并且依照不同的讨好对象跟情境来区分章节，加上描述方式非常平易近人，故事性呢也很强，所以整体来说是一本非常好消化跟阅读的书，欢迎大家亲自去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好的，那话说回来除了作者在书中提到讨好者经常是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觉得讨好行为的养成可能也跟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如果是处在重视群体胜过个人的价值观之下，特立独行的人呢，就常常会被当作是一个麻烦人物，而这样的环境也好像更容易催生出讨好者。另外呢，很多人也倾向把讨好视为一种非常正向的人格特质，常常把它跟贴心周到等等特质连接在一起，而不讨好的人呢，则被贴上自私的标签。那么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个讨好者，或许可以先把这些价值切开来看。
要当贴心的人跟照顾自己的感受，并不是只能够2选1。我们在勇于表达自己意见跟感受的同时，还是可以保持跟外界沟通的弹性。而且就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学习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与需求，不但不自私反而是更重视关系的表现。正因为重视这份关系，才能够更真诚的对待彼此。但当然啦，我们也知道要停止讨好别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的。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想要跟你说声辛苦了，请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回想了一下身边有一些有讨好倾向的人，我们觉得讨好者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大多都很不擅长拒绝别人，总是在担心拒绝之后自己在对方的心中会扣分，或是让别人陷入麻烦之类的。那关于这部分，我们觉得如果你身边也有讨好者朋友，那你或许呢可以尝试下一次在对他提出邀约的时候，改变一下问话的方式。比方说，你可以提醒对方不要有压力再忙的话呢，就下一次帮对方开一个如果他想要拒绝也能够顺理成章拒绝的情境，建立一种问话的人是接受被拒绝的立场，那或许也能够让双方的互动更和谐一些哦。好的，那碍于篇幅的关系，这集只能够先讨论到这边。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也想来问问大家，你有遇过讨好者，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讨好者吗？我就是讨好者本人我常常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B， 我身边呢有讨好者朋友，我觉得他们过得好辛苦。C， 我都没有在管被讨厌就被讨厌。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讨好陷阱。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高敏感以及童年情感忽视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是被告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